大家好，我是小航，欢迎来到我的历史频道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役——常德会战。常德战役是抗日战争中一场战役，于1943年（民国32年11月）至1944年1月期间。在抗日战争中，中国第6战区部队在湖南西北部常德地区对日军第11军进行的防御战役。常德城乃湘西北重镇，历史名城。常德是湘西北门户，原理流域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中心，也是湘鄂川贵物资集结中心。1943年9月27日，日本大本营以大陆令第853号下达命令，准予进行常德作战。28日，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命令，第11军于11月上旬发起此次作战，进攻常德及附近，摧毁敌人的战力。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此次进攻目的后，制定了以诱敌歼灭之目的，将敌人主力引到丽水及沅水两岸后，正面抵抗，再以外翼攻击，然后把敌人消灭在洞庭湖畔的战略方针。蒋介石严令常德如失陷，应由第10军、第74军、第79军负完全责任。王耀武指挥下的第74军、第79军、第100军向常德移动援救固守常德的第57师。11月1日夜，日军第39师团主力复古贺支队、第13师团等部从沙市到石首一线西渡长江，攻击守军第6战区第19集团军5个师的正面。日军第116师团、第68师团副户田支队及伪军向第6战区第29集团军6个师及第9战区第92师左翼正面进攻。至5日，守军与日军以阻击消耗后，第19集团军转移至聂家河、棉马城、暖水街、王家场一线阵地，并以暖水街为中心，奋力阻击日军前进。第29集团军转移至永和镇、新码头、安乡一线，第92师退守狗头洲附近。到21日，日军第13师团向慈利的第74军攻击，佐木支队迂回到该军左侧龙潭河附近。日军第3师团进击七家河以东，配合其空降部队袭取桃园，并向常德南面突进，截断守军后方交通线。日军第116师团、第68师团进出于常德附近地区，向第57师攻击。22日，第19集团军各部分别向王家场、仁和平、石门进攻，并西渡丽水，向慈利东南攻击日军侧背。第29集团军各部在道水、黄石河地区抗击日军，除以一部留至太福山、太阳山外，军部退至黄石河南岸地区，与第100军转取攻势。此时，第74军的第57师在常德郊区给日军重大杀伤后退守成员。11月24日，日军形成了包围常德城郊之势，在飞机配合下，与第74军第57师师长于承万展开激战。日军3万多主力部队包围此地区，日军由东北两门突入城内，双方展开逐屋逐巷的战斗。第57师坚守该城至12月3日、12月2日晚。第57师坚守在已成火海的常德城师部指挥所仅300米左右的弹丸之地，士兵剩下300多人。城中防卫第57师师长于承万向第33集团军冯治安总司令张自忠死后继任。第74军军长王耀武、第6战区上将司令孙连仲发出弹尽援绝，人无，城已破。直率副师长、指挥官、师副、政治部主任、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，各团长划分区域，扼守一屋，做最后抵抗，誓死为止，并祝胜利。第74军万岁，蒋委员长万岁，中华民国万岁的最后一电文。于师长口述电文完毕，准备举枪引弹，卫士见状立即夺下枪支，并苦苦劝阻。最后，于带领104人突围，突围中3名团长战死。3日，常德大西门失守，全城沦陷。12月9日，第9战区第74军第51师欧震兵团由常德东西两面击破日军，攻入城内。日军开始退却，守军转入追击作战。双方的援军抵达及战斗一直持续到12月15日。其中日军工协支队由独立步兵第88大队、步兵第216联队第1大队组成。支队长宫胁龟次郎在12月14日被国军第18军围攻，遭遇歼灭性打击。该支队支队长还在17日致电日军第11军司令部，准备全体玉碎，至20日才在友军第104步兵联队支援下顺利突围。日军最后在12月20日撤退，国军终得胜利。此次会战，日军死伤约12000多人，毙伤和缴获战马共1384匹，击毁敌汽车75辆，
击沉、击伤敌舟艇122艘。此战役中，中华民国空军对日军先后进行216批次，战斗机1467架次，轰炸机280架次，对常德、藕池口、华容、石首等地的日军部队及补给营站发动攻击。此外，还有利用军机空投物资，甚至使用战斗机的副油箱携带子弹空投至常德守军提供援助。在会战的11月28日至11月30日2天，空投了2万多发弹药与7000斤肉类，维系常德守军战力。中国军队方面，守城的第57师原有8300余名官兵，战役结束后仅余83人，外围援军亦损失惨重。第10军御10师师长孙明景中将，第73军暂5师师长彭世亮中将，第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中将皆于此战役中阵亡。而第10军的战损一直到隔年的衡阳保卫战都未能得到充分补给，以致整个军在衡阳战役中只有7个团的兵力应战。在战役中，日军利用广泛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，在超过36公里半径的城市传播鼠疫。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目睹并报告了战役。1943年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波兰飞行员维图尔·乌尔班诺维茨看到了该城刚刚结束战斗后的面貌。他报道，该战役中接近30万平民死亡，当中不包括国民革命军和日军的士兵。会战结束之后，国军清扫战场，在常德城外挖5处大型集体墓葬冢埋葬日军战死者遗留在战场的大量遗尸，仅北门倭寇冢就埋葬日军尸体988具。日军第13师团下辖的第65步兵联队在本次会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1月8日及结束后的2月13日接收2批次共1047名补充人员。考虑仅一个参战的步兵联队就需要如此大量补充人员，且轻伤者应不在补充范围内，甚至在接收补充人员后，第13师团兵力依然还是未能恢复本次会战前之规模。以此可见，日军在本次会战伤亡极其惨重。常德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，展现了中国军民不畏强敌、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。让我们铭记历史，珍爱和平，致敬那些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英勇奋斗的英雄们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分享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